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马。前几天老马去逛菜市场的时候，看见猪肉摊上面摆了好多只的猪脚，于是就好奇上前询问了一下。老板问我说：“你要肉多还是肉少的呢？”老马说：“我要肉多的。”于是老板就剁了一只肉多的猪脚给老马。装袋以后才发现好多啊，根本就吃不完。于是老马就把它分成了2袋，一袋那一天就煮完了，另外一袋呢先进了冷冻库。那就是今天要料理的部分。老马决定今天要来煮花生猪脚汤。料理的方式呢，就用医院卫教的方式来做，就是无肚的妈妈要避开姜、酒还有韭菜。那老马就用加盐就好了，最简单的方式吃出简单的美味。然后也有朋友跟老马说，我妈妈说啊，还有阿嬷都说，以前他们坐月子的时候都可以吃烧酒鸡啊，那为什么那个有姜有酒可以吃呢？老马想，或许以前跟现在的卫教观念不太一样吧。那老马就用现在学到的方式来料理吧。先加水，让这个猪脚变成冰块的猪脚解冻开来，然后才能够料理啊。还是一块冰块，很硬。好，就先泡水解冻一下。软了。好，软了。现在要把它洗一洗，这边边有那种碎碎的骨头，容易咬了，吃的时候容易扎到嘴巴，所以先把它冲掉。这边也一样，很多那种碎碎的骨头，除了扎到嘴巴以外，有时候牙齿不小心一咬到，会很痛啊。为了后面方便吃，所以都把它洗掉、挑掉，这样大快朵颐的时候就没这么顾忌了，可以大口吃肉，可以吃个痛快。好了，这样碎骨就挑干净了。看，挑了这么多的碎骨出来。接着我们来称解冻完的猪脚，看它的重量是多少。好，磅秤归零，放猪脚进去。这里看到差不多720克，然后再来称。看水要加多少，归零。接下来看水，老马预计加个1000cc 吧，1000才这样子啊。比例好像还不够，再加好了。好，加到1300，把它加到锅里面看看比例啊。很多炖煮的教学都说水要淹过料，主要料就是猪脚嘛。看起来好像可以了，好，就用这个水量来炖吧。然后是花生，加到200克，别动了。然后是红枣，8、9、10颗了。看这个重量是62公克。
现在准备开始煮，大火先煮滚，大概预计个5分钟左右吧。然后盖锅盖，记得要留缝，不然水一滚很容易满出来。现在时间经过5分多钟了，看看滚了没有？哇，还没滚呢，那再放一下好了。8分50秒，看到很多水蒸气，老马也听到水滚的声音了，打开看看。哦，果然开了，上面有一些看起来像杂质的东西，老马顺便把它捞掉。把它关成小火，开始慢慢炖，把锅盖盖回去。现在时间10分多钟，大家炖一段时间，等一下再打开来看。刚刚忘记先把花生仁泡水啦。现在想想怎么补救呢？煮久一点看看会不会煮烂吧。现在的时间是已经煮了25分了，老马直接把它加下去煮了，看看可以煮烂吗？花生仁全部下锅，顺便看看猪脚煮的怎么样了。还有点硬啊，继续跟花生一起炖啊。刚刚是25分左右放了土豆，就是花生仁下去煮了嘛。现在煮了大概15分钟左右，老马来试看看它的软度怎么样了。随便，哇，好大的水蒸气！先随便夹一颗花生仁，来试看看它软了没有。夹花生，好像也是一种技术啊，难怪复健的时候很多需要夹花生。吃起来还是很硬，还有一种青草的味道，蛮特殊的。好，再让它煮一阵子好了啊。这个好像离老马想象中的口感差蛮远的啊！继续盖上锅盖，1个小时左右了。现在再来开锅，看看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了。先来夹一颗花生仁，看看吃起来怎么样？还有点生的味道，但是比刚刚好多了，熟很多了啊！我就把锅盖盖上，继续让它炖。猪脚炖了1小时25分左右了。也就是花生仁炖了1小时左右了，来看看花生仁的软度怎么样了。哇，很香啊！猪脚已经非常的香了。接下来就看看花生仁什么时候软呢？夹一颗来吃看看啊。
有点硬，不过那个清清的味道，就是生生的味道，已经没有了。这个口感偏硬，不过老马跟马嫂喜欢吃偏硬的食物，这感觉上可以了，所以现在已经可以把红枣加下去炖了。红枣再给它炖一下，不用太久。好，这个时候的猪脚不用说了嘛，一定软的呢，没错，一擦就非常的软了。这个已经烂了，很好吃了。这个好，先让红枣小火再煮一下，然后最后再加盐，然后加上枸杞就完成了啊。再等一下。炖了1小时30分，1个半小时啦。也就是说，刚刚的红枣又炖了5分钟。红枣的香味出来了。好，现在最后的步骤，把枸杞也加下去。哦，对，刚刚忘了讲啊，枸杞跟红枣的水，老马会把它倒掉，就没有另外把它加进去了。枸杞加进去以后，把它和一和，然后要加盐。盐，1匙、2匙、3匙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已经够了。再把它和一和，猪脚搓一下。非常的软烂了，这个一定非常的烂，等一下就会很好吃。好，和完了，盖上锅盖，再让它煮一下子就可以完成了。现在又再煮了5分钟左右，总共花了1小时35分。关火，然后先把它放在一边。现在老马要干嘛呢？老马觉得再煮个面条好了，面条加上猪脚，一定是非常美味的一餐。面条是很简单的选择，就在家乐福还是全联随便买个面条就好了。先把它煮滚，然后加进猪脚里面，就是非常美味的一餐了。任意抓一个今天想吃的量，这样子吧，加下去，把它全部都加进水里面，然后呢，趁马嫂还没注意到的时候，再加一点冰箱还剩下的高丽菜，一起煮。因为只要给马嫂吃，应该说喝汤，花奶汤嘛，其他的东西老马怎么加，马嫂不知道。这个就是煮饭的人可以坚守之道的好处，想吃什么就加什么啊，就煮什么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加到原本的猪脚汤里面了，就不会影响到了嘛。等这些菜烫熟了以后，就先夹起来，然后最后面条、猪脚汤加进碗里面以后，就是非常美味的一餐了。
这个高丽菜看起来已经熟了，先把它夹起来。然后面条呢，那么看网络的教学说剪得断，那就是熟了。随便找一条，剪得断，好，熟了。关火，把它全部捞起来。把水沥干，菜跟面条都好了。来把刚刚煮好的猪脚加进来，猪脚土豆，哦，真香！就算没有食欲，一闻马上也饿了啊！随便挑一块猪脚跟土豆加进来，红枣也挖一些，汤。好，今天美味的晚餐完成了，哇，好香啊！转一下好了，看一下每个角度。可是为了美食，值得。最后，老马说，如果想要把油去得很干净，怎么处理呢？就是把这些猪脚汤放凉了以后呢，冰在冰箱，然后上面的油脂就会结冻了嘛，就把它那些油脂都捞出来，这样子就会非常的没有油脂了，完全可以把油脂去除，剩下就是肉跟胶质了嘛。老马之前尝试了一下，隔天就是冰到了隔天的花生猪脚汤。那非常的入味，甚至比刚煮完的当下还要好吃，大家不妨试看看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以上是老马的心得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我是老马，大家拜拜。